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一个小李仔爆底头啊，也就是我们的人送外号李仔或者是爆头哥，怎么说都行。总体上来讲啊，原先以为他打5进，对吧？天王5进1臂，现在全人无伤其实早就出来了啊，全人无伤对吧？这个早就出来了。以前呢，我也是说啊，你看他全人物的5进也出来了，全人物的无伤天王难度，这里面为什么解说一个诸葛亮啊？跟大家伙讲一下。这个诸葛亮呢是这样的啊，因为诸葛亮的无伤呢，其实个人感觉啊是很多大神最简单的挑战的，就包括咱们玩97的这个灰灰，他虽然说玩三国战记啊，他的造诣呢并没有像那些秒杀呀、速通啊那些摊分的玩法那么深刻，但是呢，作为一个老牌的街机这个玩家啊，从小就玩街机的玩家，玩拳皇97更是对吧 S 级别，那玩三国战记呢，他居然也可以打出无伤。啊，三国战记无伤，而且5进，对吧？5进的1臂都能打出来，而这个对吧？咱们只能说啊，他不会速通，不会这个秒杀，不会摊分而已。其实像这种限制类型打法，还是对于人类的对吧？人的这个对游戏的理解和反应速度，像这个诸葛亮呢是最好操控的，灰灰呢也是诸葛亮无伤也出了啊，而且呢这个诸葛亮无伤出了，而且呢这个诸葛亮的这个1臂5进。甚至是在某些 BOSS 地方不卡兵也已经出了，但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很多高手也都能打出来，但是呢不多。所以说，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三国战记的这个，对吧？非专业的三国战记的一个，对吧？一个玩家，他能打出无伤和1臂5进，只能说是这已经算是三国战记某种玩法的1线顶尖。S 级别咱们不敢说啊，所以说灰灰确实牛逼啊。而这里面呢，小李仔是把全人物的无伤以及全人物的1臂5进（括弧啊都是天王难度）全打出来了。这一点呢，为什么要先解说诸葛亮呢？因为我从来没有解说过李仔的诸葛亮，我一度怀疑他不会玩诸葛亮啊。后来发现怎么可能啊？所有的三国战记玩家别的不会玩，那诸葛亮不会玩，那等于对吧扯犊子对吧？诸葛亮呢是从小很多人都选的一个角色。无论是115、117需要手动选，还是说，对吧？还是说这个后来咱们玩这个，对吧？119自己选的话可以克盾书，对吧？自己选的话，咱们很多对吧？因为诸葛亮跟谁克盾都能克啊，是吧？什么宝都能吃，而且呢，这个人物又有火箭、兵箭，你不会用是不可能的啊，对吧？不会用是不可能的。但在这里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那么无伤玩法呢，就是什么都带。走的路线呢也可以选择，而我选择解说这个小李仔诸葛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玩的一点都不龟啊，兄弟们，就是说咱不能说一点都不龟啊，因为你毕竟无伤嘛，对吧啊？无伤该龟还是要龟点的，但是我见过的最猥琐的无伤，就是真的贼猥琐，这92秒不打到最后剩几秒，感觉不行，懂我意思吧？但是他这个基本套路你们可以看的啊，搓完之后，对吧？选择用这个，对吧？再呼，没有气儿的时候，呼风唤雨的血量是最多的啊！就是你练的一瞬间，气儿正好消失。好，卡在这儿了，兄弟们，用万箭穿心打。好，这个玩法呢，尽管猥琐啊，但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学得到。2个雷，好的，第2个雷中算打到了，下蹲 A。小箭头万箭穿心，万箭穿心用来清小兵很好使，当然铁甲兵一下死不了啊，只是如果你要清那个普通小兵，一个万箭穿心就可以死。速通的玩家特别了解万箭穿心，很多地方一个万箭穿心甚至比血杀还好使。诸葛亮的血杀非常爽啊，就是呀一顿转，然后呢，他血杀的延迟效果时间非常长。好，再万箭穿心，其实他玩的很不归了，很多人都不愿意这么玩。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怎么玩呢？喜欢还是用对吧？找到机会练他乱动，然后勤搓，对吧？勤搓的这么一个路子。他玩这个通关，甚至不到1个小时。很多人玩无伤通关，为了让自己猥琐一点啊，可能都1个小时05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010分钟。他仅仅是不到1个小时就能通关，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无伤诸葛的天花板。当然呢，无伤也有很多别的玩法，很多人在无伤的基础上啊，还要变态的加上不能用属性剑，对吧？比如说不能用兵剑，很多不能用火箭是常识啊。虽然说现在很多的版本呢，为了更新，为了让很多玩家能找到童年的这种丧失的快乐，比如单人无法拿这个诸葛亮，无法拿火箭，必须要配合一个选手，
或者马超自己一个人无法拿，必须要配一个诸葛亮或者配一个黄忠才能进到火箭那个洞里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是对吧，单人玩，现在呢很多版本都可以玩了，这个对吧，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不多说啊，那正常，那捡兵剑是没有问题吧？有的人挑战无伤把兵剑也给禁了，但是事实上兵剑的用处大不大呢？大，兄弟们大。但是如果没有兵剑的话，能不能玩？能玩，也能玩的，兄弟们啊。好，我们看看，现在直接进，哎。看不看见进上洞啊？上洞有个好处，上洞的好处就是2个隐身衣，不要小瞧隐身衣的作用啊！隐身衣就是类似于像《西游轱辘传》里的蜜啊，或者是类似于像某些游戏的无敌一样，对吧？像超级玛丽，对吧？吃星星，或者冒险岛啊，吃那个小天使是吧？啊，但是你不要吃茄子啊，吃茄子就嘚了啊！啊，总体来讲呢，利用无敌的时间打满输出，可以瞬间秒掉 BOSS， 比如说用来跳左慈等等，这也是无伤玩家啊，这个对吧？必备套路，左慈不跳，对吧？后果难料，对不对？那大伙能理解了啊。好，直接进图。不扯这个事儿啊，我练后前前左，总说后前手的火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前前手后前前手，你前前手你练快了就变成前前手后前手，应该是前前手后前前手后前前手后前前手，你是前前手后前手后前前手后前手，那你少摁了一个前呀，比如说你的键盘。对吧？你的键盘或者不太灵敏，或者说不连键，你摁的太快了，它不好使，那就没办法。有的键盘是这样的，对吧？你摁前摁快了，它就只有一个前，对吧？你考虑换个键盘或者换一个摇杆之类的。好，到一个82年的绿茶，这个茶是净山茶。是我小姑从杭州邮给我的，好，吃上一个铁莲花。血杀也会挨冰，你一点反过来血杀，你正着血杀最后一点的时候，刚好无敌效果消失，然后呢有可能会被冰到。但你血杀，如果你反过来对着门，你血杀，哎，就没事儿啊。好像据说没事儿啊，好像也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事儿，就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你正着练，有的时候也没事儿，看你怎么打的点。比如说你身后有个小兵，他正好把你那个判定给错开了啊，也不一定的啊。好，连续的锁，捡起来。好，我们看一下，这边传说中手里他拿这个武器是应该是鞭啊，应该是鞭，还能带伸缩的鞭啊。好，来看看，又是到了喜闻乐见的卡兵环节啊。这个无伤的话，可以选择雷霆万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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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雷霆万钧现在打血还是可以的啊，虽然说秒不掉。雷霆万钧，但是你能练4个，而且呢还有一个对吧？黄石公，哇靠！雷霆万钧的雷和黄石公的雷，你戳地板。雷霆万钧的雷和这个黄石公的这个雷，明显是2个东西，我尼玛，这对吧？这再有个雷神锤，是不是？直接原地爆炸啊！有雷神锤原地爆炸。好，我操，打这个小兵这么费劲啊！这黄石公一下半管血，我就感觉这个越级是有多怕雷啊，兄弟们！我这么打也能出小动物，无敌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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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
这个地方呢，咱们看看啊，哎，原来右上角比较安全一些，看没看见？这也是我学到了，我悟了，兄弟们，我悟了，在右上角居然很安全啊，有东西啊，有东西，有东西。好，兄弟们，学会了都是自己的啊。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左边，呼嘿啊，都是这个，或者是张飞下蹲，然后往前往地下杵，对不对？好，铁甲兵，这个在极度安全的时候呢，打一打气儿也是必要的啊。其实个人感觉，有的时候并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那么危险。比如说像这种铁甲兵，或者说是那个铁甲骑兵，一堆铁甲骑兵，对吧？确实很危险。但是如果你把他们捆到一起，捆到一个角落里面，一顿斜点锁，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好，一个斜点锁就锁死，这是爆气的特效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打得快，他不吝啬。有的时候其实一个雷霆万钧打的血量也不是那么特别多啊。啊，又想用小这个箭筒直接秒掉。2个土雷，这个土雷可以用来烧那个豹子。3个推着车的小胖子啊，然后再烧豹子，可以先前跑啊，没有，他选择猥琐，先一个雷烧掉，一个雷直接烧掉2个豹，先吃黄石公啊，猥琐到极致啊，但是又奔放，什么宝都不要，就是干，就宝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清小兵，就甚至有一些用张灵剑清小兵的人，你见过没有啊？黄石公清小兵，哎。张角金清小兵，这总体来讲就是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清一个兵啊，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啊。好，听，感觉打铁甲兵，哎，你打铁甲兵的时候那个感觉贼好，你知道吧？你打铁甲兵那个铁甲兵那个声音就听，那个金属撞击的声音，对吧？就好比你跟一个异性，然后听那种声音啊，懂吧？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哎，好，再先锁。哎，这你看，我们这个小李仔来了啊！但是这个小李仔还赠送了一张82年的办卡啊，非常捧我了。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小李仔抱你头挺好听的，为什么起名叫小李仔爱吃小矮子啊？你这个名起的有点东西啊，怎么过的审？能不能教教我啊？就啪啪与啪啪，就摩擦与摩擦呗啊！我要举报你们这里有啪啪啪啊！好 ，A 一下就死啊！下蹲 A 加 A 一下，在这里放援军令是吧？这拿魏延不当人啊！魏延怎么也说是蜀对吧？这个蜀汉后期的这个对吧？这个军事首脑的2号人物，仅次于诸葛亮啊，对吧？你就派出来一点牌面都没有，对吧？而且一个肌肉金轮，对吧？一个肌肉金轮，但是它存在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这里面这个夏侯渊呢身上这个将军印还没有撞出来，所以说有点扯。好，这是维卡兵啊，维卡兵。无名小卒，好，铁莲花啊，关键时刻铁莲花用处非常大。哎，你看人家练雷霆万钧就能直接打到这个人，为啥我练雷霆万钧连练3个，就看那个雷从那个对吧，那个 boss 的那个脚边就溜过，我是真服了。好，单 A 下单单10级了啊！10级的话，招式又变了，你看。攻击速度也变了啊！无名小卒，哎，一个小雷，我感觉你不吓人吗？就是为你们就是所有的闯关游戏，所有的闯关游戏第2关啊，一定要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关卡。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一定是一个非常难的关卡。啊，因为你是投币子玩的，而不是说好的卡着点杀，小兵出来也没有用了。就是来一手蝎子过江，来蝎子过江，哎，
如果是有宝格捡一个蝎子往外一撇，正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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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的时候，然后，哎，一个蝎子从江上划过去。小的时候我们都这么玩，虽然说没什么卵用，就是觉得帅啊。好，感谢我们的渊一哥的2手大水塔啊。这边你瞅瞅，好，连续的搓，啊！利用 Y 轴看到夏侯渊出招，诸葛亮放电必中，这就是技术了，这就是学问。为了坑币，第2关非常难，有没有那种游戏为了坑币第1关就非常难的？说句实在话啊。说句实在话啊，那个《战国传承3》，我就怀疑他图谋不轨。他别说你第1关，你甚至你还可以选，对吧？他非常贴心的啊。第1关你可以选择是中国还是东京还是意大利啊？他那里面应该是意大利，不是啥的，对吧？你可以选择3个关卡，那当然默认可以选中国嘛，对吧？啊，而且确实事实证明也确实是中国最简单一些。但是呢，真简单吗？不简单。但是他非常贴心的给你选择关卡的能力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投了1个币，打第1关没过去，下一次你可以选择从另外一个关玩，然后发现更难，你又从这个关玩，又发现更难啊！最后你会发现，你再玩第1关，你还是1币过不去。哎，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字儿难，就是坑逼啊！神剑伏魔录也难，对，服了啊！魔界村难的 FC 游戏，家用机游戏跟这个街机游戏不一样。家用机游戏对于咱们小的时候，无论是土豪，人家自己家有带，人可以慢慢的研究，慢慢的品评，慢慢玩。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呢是你去游戏厅，对吧？你花2块钱玩1个小时，对吧？或者是3块钱玩1个小时，无论几块钱玩1个小时那种，对吧？你玩1个小时2块钱。那你也是1个小时的不坑币，你第1关过不去，你接币也好，还是说你重新再玩，反正不花钱，2块钱1个小时，你懂吗？而街机游戏就是，你街机游戏你投了1个币就是1个币的钱，你懂吗？街机它不一样的，家用机甚至家用机还非常贴心的加上了一个暂停的，对吧？等等等等等等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等啊，或者等等等等啊，等等类型。让你呢暂停，你懂吗？你暂停，你街机游戏你暂停个试试。老板说你好像脑瓜子有该，你暂停，我让你暂停了吗？啊，所以说有一些街机的无限玩街机的 bug 就显得非常的无耻。比如说我非常了解的这个，对吧？这个炸弹人机皇版的那个挑战版可以无限玩，还有人玩什么，对吧？铁钩船长啊无限玩，甚至还有的人在三国战记2P 里面，在那个主法上。对吧？可以是无限时间啊，无限玩等等。总体来讲，就是不要个逼脸啊。西游记那个老鼠那个激光鼠是吧？啊，激光鼠那个无限啊，激光那个镭射激光鼠，会镭射眼啊。好，这里面因为你看这个雷的判定啊，是有严重的带有 Y 轴属性雷性判定。确实有点帅啊！跳过来进屋吧，老姑那是比我呀啊！好，其实我跟你说，扛锄头这个胖子也挺恶心的。他除了拿锄头锄你之外，还可以拿咵嚓拿一块石头砸地板上了，还可以那个什么啊，还可以那个拿脚踢石头打你。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这里边大人参还有什么？对吧？还有什么七星灯都不吃了，感觉极度浪费啊！就小的时候就必抢人参和这个七星灯。你看那个魔张飞和赵云还有诸葛亮这仨不要脸的啊，一上来奔着那就去了。诸葛亮一马当先，前前错捡啊！我管你是谁，对吧？你跟我诸葛亮抢，等于跟电干，对不对？好，一顿 A。结果现在不吃，因为啥呢？无伤通关嘛，呼风唤雨。还可以扔个毒品。好，那里面的天遁书
啊，里面的天遁书外加一手冰剑。那个胖子，你搁那坐着干啥呢？哎，你看这个胖子，你别看他胖，你别看他个矮，你看他那个手，你看他那个手，那个胳膊抡圆了打完一，我跟你说，那个胳膊抡圆一拳打我就跟打儿子似的，我告诉你，真的。他抡圆手打我一下，我感觉我得住院，真的。你看他那个手，麒麟臂了，属于是啊。余孽，好，冰剑。真的，我说实话啊，现实生活中谁胳膊那么粗？哇靠，那真牛逼啊！那双手有开山之力，对吧？手拿两柄擂鼓瓮金锤，对吧？重高达400公斤啊，高达400公斤重。然后身高1.5米，体重90公斤啊，体重90斤啊，45公斤。长得跟雷震子似的，但是呢，双手有开山之力，不要个脸啊！后来改名了，叫狼元霸，哎，好，这真能喝呀，这俩人啊！青钢剑，好，有青钢剑了啊！小的时候觉得火箭就是比冰箭牛逼，不知道为啥。有没有那种小伙伴认为就是火箭比冰箭牛逼的？事实证明，火箭和冰箭是两种不一样的属性攻击。其实它俩的等级是一样的。之所以火箭牛逼，就是因为清小兵啊，清某些特定的小兵，比如说布甲小兵，还有一些小动物，火箭厉害。而冰箭呢，只对特定的几个兵伤害。然后比如说女兵，对吧？那个女性的那个少数民族那个兵，还有就是对吧？打某些特定的 BOSS。比如说沙摩柯、黄盖，啊，骑马的可以无限连，曹操可以无限连等等，啊，这关键冰剑确实帅，但是打伤害啊，某些不怕冰的，你还是用普通剑好一点啊，对吧？普通剑伤害还是爽一点啊。哎，这一个顶如果顶到了啊，真是啊，大概能顶现在目前血量上限已废的这个2倍的血量吧。你可能不相信，但是他那个一个铁头功顶过来，真挺疼的啊。好，铁莲花，这个他全人物的无伤一命都出来了，什么意思吧？全人物。也就是说，我们先解说白张飞，让你们知道白张飞无伤其实挺难的，兄弟们，肯定是比诸葛亮和魔张飞要难。但是呢，为什么第二个做诸葛亮呢？第一，我没有解说过李宰的诸葛亮啊，这是第一啊，这是很遗憾。但是无伤我先说一下啊，对吧？第二呢，我先告诉你，用诸葛亮简单，它简单在哪儿？你看它简单在哪儿？这个人，他除了移动非常迅速之外，攻击力呢一般啊，但是有很多技能攻击，比如说万箭穿心，人家第一关用的非常多，还有后前手，对吧？再主要一点呢，它的必杀啊，无论是呼风唤雨全屏，还有雷霆万钧啊，雷电伤害都是属于不错的这个对吧？这个技能，而且捡的宝是非常多的啊，诸葛亮可用的道具非常多，这也就是诸葛亮简单的地方。而相反，如果要是普通黄忠啊，我们就问一下，就红色那个黄忠无伤，你请问怎么打？你们怎么想？用红色的黄忠打无伤，你们想一下，用貂蝉、关羽也不是特别好打啊。虽然说也不是打不了，好，一会儿有那个什么，有道具，这个金珠，有毒瓶，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天师符，但是他应该是不想要了。好，夏侯惇。夏侯惇严格来讲是怕雷啊！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夏侯惇好像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只怕物理攻击。后来发现物理攻击打他也费血也不多。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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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毛！这个连招啊，其实不要贪啊，对吧？
除了有一些高手之外，他那个连招就不会被抢反，无限对吧？随便弹，这个倒无所谓。但是正常的话，你就来吧啊！好急，哇！下蹲 A， 好。再来，我，好，直接饿死了啊！这里面我们看看，反正呢，该捡的宝是要捡的，分儿还有补啊，其实没有必要啊。好，这里面有限的时间内多打打气儿。外面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外面有一堆胖子，还有那个睡觉的兵，还有铁甲兵。很多人说胖子在哪儿呢？胖子在身后呢。哎，一会儿就会有胖子。这冰剑打这玩意儿是真不靠谱啊，火箭也不靠谱，只有电剑对金属属性的靠谱啊，对吧？这个设计非常狠啊。好，这才怼死，然后4个胖子。按理说这个胖子上半身光着膀子，你看。哎呀，实话实说啊，这说白了，这个手臂的肌肉，我严重怀疑他们是不是参与了这个某些工程建设啊？天天干农活，天天干累活，真的举大石头，我靠，太累了啊！属性键在这一点特别好，对吧？他 A 完 A 这个箱子打碎，里面有东西，不过不要紧，瞬间把箱子干碎的一瞬间，还可以把这个箱子里面的兵给打倒，避免了咱们被偷袭，对吧？避免了被偷袭。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这好吗？这不好，我劝啊，好。丢丢丢丢丢，好，呼风唤雨，1、2下蹲，1、2下蹲1，哎，这是9连啊，标准9连，1、2下蹲1、2下蹲1，哎，这7连啊，对不起，不是9连，这个是不倒7连啊，就不能让他倒，你不让他倒，他会强制反击。是这么一个路子的啊，1、2、3， 1、2、3、1。起身的时候感觉他这个升级最嘚儿了啊！最讨厌他练那个杀手锏，最讨厌这招，哪个招都不讨厌，就讨厌杀手锏啊！哎，就这个杀手锏完事之后呢，还有无敌判定，还得撇小箭筒，讨厌啊这个人啊！小箭头，哎，好，下蹲 1、2，其实只要卡住小兵啊，这帮高手打 BOSS 就跟对吧，就跟打82年的 BOSS 是一样的啊。好，这个也可以第一时间打，再来一套就能死，不过不能是1、2、3、4那么一套啊。急，这个小兵被卡在那儿，就卡兵这个是谁先发现的呢？真的变态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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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白衣渡江。从小看《三国演义》，最不喜欢看的就是这一个剧情，对吧？所以说，就连二爷这么牛逼的人，到最后也是，对吧？也是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者说很多人也会背叛二爷，甚至是背叛刘备，甚至是，对吧？懂什么意思吧？啊，天神下凡的二爷也会失败，所以说咱们不要狂，不要傲啊，对吧？何况咱们跟二爷能比吗？比不了。
不过游戏当中弥补了这个事儿，对吧？白衣渡江虽然说拿到了这个事儿，而且呢，刘备呢也亲率大军，啊，虽然说最后还是被火烧连营，不过诸葛亮呢是帮助这个游戏里面的剧情是帮助他解围，解完围之后呢，对吧？有这么一个关卡叫血，啊，就是血战，不是血啊，不是流血那个，就红色流血那个，就比如说受伤流血，是那个下雪，天上下那个雪啊。血战夺荆州啊，夺荆州，这个关卡就是原创的了，就是把这个荆州给夺回来了啊！大家伙都知道啊，荆州其实原本来讲全境呢不是这个刘备的啊，也不是东吴的，也不是曹操的。后来赤壁之战之后呢，这个整个荆州呢是被瓜分了，整个这个应该说是刘备是拿了这个荆州南部的部分啊，绝大部分都在刘备那，后来被东吴抢走了嘛啊，是这么回事。那把荆州给夺回来之后，对吧？你把荆州夺回来之后，哇，你懂吧啊？这个剧情，然后呢，三国归一统，而且你在游戏的背景当中还看到了五虎上将加诸葛亮，也就是说有关羽，也就是说关羽没死，在这个游戏剧情里面，对吧？尤其是那个在那个血战夺荆州的片头的时候，有关羽的那个特写 logo， 相当于复仇来了啊。那他这个剧情设计的，也就是说。败走麦城的时候呢，关羽没有死，但是呢，刘备呢还是亲率大军来征讨。也就是说，关羽虽然说没有死，但是我要打你东吴，不是因为你关羽死没死的问题，你不是干我吗？我就干你啊，是这么个路子，估计是啊。所以说这里面逻辑上是这样的，就算你关羽不死，你偷袭我关羽，偷袭我二弟，对不起，就要干啊。这个游戏剧情编剧是这么设计的啊。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啊，小的时候很多人看不懂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你看那个一上对吧？最后一关啊，倒数第二关，把黄盖给搞死了。把黄盖搞死了之后呢，是这么个路子。黄盖死掉了之后呢，就是三国归一统。然后呢，进到最后一关的最后一个地图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吕蒙和陆逊先冲锋过去，当你再冲过去的时候，吕蒙和陆逊就没了啊，没了。这里面呢，既然名字叫三国归一统，我的认为是，他这个故事的编剧是认为，在血战夺荆州的时候，是你已经对吧战胜了东吴，并且把荆州也夺回来了情况下，全面北伐啊，全面北伐啊，这个当然都是对吧？如果线了，都是 IF 线了，对吧啊？这种呢，就是你全面北伐，甚至呢，东吴的都投降了。你比如说那个对吧，吕蒙和陆逊没办法投降了。对吧？他投降了之后呢，咱们再讨伐曹操，是这么个路子啊。他这个游戏编剧就是这样嘛，对吧？那他就这么编，你没办法。你看那个《三国战记2代》，《三国战记2代》，他一上来先是什么？樊城夺粮，然后呢，火烧博望。这时候诸葛亮才刚出山，火烧博望之后。是啥？是这个，对吧？这个叫火烧新野，然后白河淹曹仁，白河淹曹仁之后呢，然后第三关是长坂，对吧？第三关是长坂，第四关是赤壁。啊，赤壁呢分为两个线，一个是回攻东吴，一个是走曹军，对吧？它这就是变成分支了啊，分支路线了。你走曹军的话，对吧？走曹军的话。曹操就被你在赤壁之战那个地方灭了，对不对？灭完之后呢，那如果你把曹军给灭了，问题就来了。你把他灭了，那岂不就是蜀？那时候也谈不上蜀了。赤壁之战他没有蜀这个说法啊，兄弟们，对吧？那个时候那还刘璋还在呢，那刘备只是荆州之主，对不对？严格来讲呢，他也不算荆州之主。严格来讲，他妈的也没有。得到荆州啊，对不对？那个赤壁之战的时候，你把曹操杀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那个时候，那还在人曹仁手里的南郡，对不对？啊，所以说他那个剧情就更乱一些啊，他那个剧情就比较乱。然后在我就那个里面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什么截江就阿斗了。你《三国战记1》第一关就是赤壁之战之后，对吧？这个周瑜利用美人计。让这个对吧，孙夫人也就是孙尚香，啊，一个16岁的小姑娘嫁了一个48岁的老头子啊，对吧？啊，这么个故事啊，这么个故事，那能理解吧？那理解就很好理解。
而这个三国战记2呢就比较早啊，相对来说比较早。然后呢，早完之后呢，如果当时你选择回攻东吴路线，回攻东吴路线呢也一样，只不过是战胜了这个东吴嘛啊，对吧？然后呢，你还选择可以去偷袭东吴的国都，比如说这个南徐啊，或者说是什么的啊，对吧？打一手。那你打完之后呢，那你会发现，哎呦，那你还要打曹操啊，最后又合并到一处，最后又牵扯出来什么真吕布啊，就是比如说吕布啊，比如说像什么。那个这个真吕布没有啊，真吕布是《三国战记2批》里才有的啊，原版2代是没有的。最后呢，反正最后是战胜孙权就对了啊，对吧？而在这里呢，要跟大家伙讲，那个游戏剧情其实它除了你把曹操搞死了，对吧？除了你把曹操搞死了，还有一些那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先灭曹，再吞吴。先灭曹，然后吞吴。好，雷神锤加石器。16岁未成年，那那个古代的时候，16岁都已经是大女孩了啊。16岁在以后再不嫁，其实挺难的。那时候14岁就要可以嫁。现在国际上可能很多地方习俗不一样，咱们中国呢是女子的目前好像暂时还是20岁，对吧？男子领证是22岁，啊，懂什么意思吧？啊，懂什么意思吧？可以法定结婚，但是好像据说，这2年已经拟定啊，还没有定啊，拟定要改成女的18，男的20，因为要加快生育率嘛，你早点领证，早点生娃，早点3胎，对吧？大伙能理解吧？啊。而日本呢，早就是16岁就可以结婚了，而且日本的这个16岁，对吧？女孩可以结婚，她这个结婚呢，还不是说啊什么未成年的是好的要点，一猜就是。好，他害怕那个小兵打他啊，他少点了几下，卡住了打。他打白张飞也是这么打的，兄弟们，打白张飞也是卡住了打，然后用飞轮，不过这个飞轮打血太少了，不如白张飞啊。白张飞的这个飞轮打比这个诸葛亮的血多，兄弟们。然后那个日本的话呢，就是说你16岁你要结婚，你的父母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去干扰你。你说你要结婚，如果你的父母不让你结婚，这涉及到违法啊，涉及到违法。好，不要觉得哎呀这个飞轮浪费了，不过不要觉得飞轮不够啊。不要觉得飞轮不够，一会儿还能再撞出飞轮。哎，当了，好，感谢我们的石溪哥一手大金卡。石溪哥好久不见啊！石溪哥一进来的时候说没说杜吴？如果石溪哥没说杜吴，他已经忘记了初心，兄弟们，已经忘记初心了啊！好，呼风唤雨，这个呼风唤雨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没有气儿的打血多。好，一个飞轮接张灵剑，直接点死吗？好，哎呦我去！总体来讲，这么打呢是安全一点啊。无伤呢，其实吕蒙打不了你多少血，吕蒙的攻击力非常少，但是无伤嘛，对吧？就是为了你懂吗？就是为了无伤而无伤，大家伙心里有数。你要为了无伤呢，你肯定是要搞事情，对不对啊？好，感谢我们番茄哥的一手82年的飞剑，还差一个1毛钱的人头，我们就马上啊3星了，兄弟们。还差一个1毛钱的人头啊，1毛1毛的，谢谢我番茄哥啊。为什么不解说97的杯赛？因为本身我想解说来着，他连续3天。虽然说啊，我承认啊，就是明天的比赛呢，的确有意思，今天的比赛的确没意思。不过呢，今天呢，我就不想凑这个热闹是啥的，因为明天我确实答应咱们怀旧哥要解说咱们98中韩，对吧？交流赛。啊，中韩杯啊，对吧？怀旧哥的这个在安排的，所以说我们要解说那个，那你不能说今天解说了，明天不解说，对吧？所以说前2天的这个，一个是初赛阶段，一个是淘汰赛的前期，我们就先不说了啊，我们先不说了，等到15号的总决赛我们再说，然后紧接着16号呢，就是整个斗鱼2021年度啊，因为现在虽然说2022年，但是呢是2021年的这个阴历年嘛，就咱们除夕还没过嘛啊，这个年度的年赛。哎，是在16号进行，所以说16号我们解说斗鱼杯，15号解说爽卡这个爽卡这个爽朵杯啊，爽朵杯。我记得以前是爽卡杯，现在变成爽朵杯了啊。不能每天
撸都要隔几天。录制前简写的音效就是嘟，一定要啊，一定要说嘟，而且那个呜必须得有这个，你不能那不行，嘟必须得有鼻音的拖，没有鼻音不行啊，那没有鼻音那就不算嘟。这个好，我们看看。生育率为什么屡创新低？这个你要问专业的社会学家，但是如果问我这种普通人，哎，又不是社会工程学的构造专家，但是我有对吧？我有资格发言。我的看法是，生娃成本太高，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以导致不敢生，懂吗？咱说古代的时候，有很多人。对吧？因为养不起孩子，啊，无论是饥荒还是家道中落，甚至把孩子委托给自己的亲人，甚至是这个没办法了，就是送给某些大户人家，对吧？封建社会嘛，对吧？旧社会嘛，对不对？现代呢也是，现在呢既然有合理合法的这种避孕手段，对吧？甚至是有非常完善的这种，对吧？打胎的技术啊，咱们虽然说啊，咱们这么说呢是有点违背生命科学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对吧？无论是咱们的这个安全，对吧？设备，还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对于这个生育的这个认识啊，所以说基本上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它低，就是因为不想生不起，政策跟不上啊，那没办法啊。那古代的时候也是啊，你像作为一个母亲，谁舍得把自己的，但凡能养得起孩子，谁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人？比如说我，对吧？我的姥姥，亲姥姥啊，我的姥姥呢，就把自己的大儿子，就是我大舅，过继给了这个我大舅的姑姑，也就是我姥爷的妹妹，过继给了我姥爷的妹夫啊，妹妹和妹夫。为什么呢？养不起。对吧？自然灾害外加是吧？这个就没办法。然后呢，还好啊，还能收留，否则那个时候咱们说，一旦说饿死了，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时候咱们说，既然过继给了那边，那么他的姓呢就要跟随着，对吧？我姥爷的这个妹夫的这个姓，啊，就对吧？我本身我姥爷姓梁，然后呢，那他就要姓蒋，啊，就是那个，对吧？蒋介石的蒋，就是那个蒋门神的蒋啊。能理解吧，兄弟们，能理解吧？你包括现在也是，你比如说你有的人别说3个2个，你一个都不愿意生，为什么？对吧？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自己还是一个宝宝。当然，他无论是30岁还是35岁，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宝宝啊！哎呦我去，这个地方这个防御的反应速度真快啊！现在。咱们那个时候说，那为什么后来生了那么多人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合法，不是也不能叫合法，没有一些比较有效的避孕手段，不像现在有很多，对吧？这种手段。还有那个时候呢，咱们讲究什么？人丁兴旺，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叫人丁兴旺。家里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人工为主，现在咱们看看，对吧？到工厂打工的人都没有90年代那么多了，对吧？那个时候咱们60、70年代人丁兴旺，家里面干农活。对吧？有男孩子也好，有女孩也好，下地干活，这才是对吧？高招吧，对吧？好，不打吕布，用这个隐身衣，然后呢去破掉左慈，相当于跳左慈啊。所以说是目前是这个情况，没办法嘛。那所以说，按照说的这个社会现象问题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吧？降低这个全民的这个负担成本，或者提升这个生育福利，而且一定要是非常实惠的生育福利啊，一定要非常实惠的生育福利，而不是那种口头上的生育福利。比如说，
某省啊，东北某省就开发出来了一个为了刺激生育和结婚的这个率，颁发了一个，如果是因为结婚或者说是生育问题的一个专项的贷款，我尼玛就不理解啊！我就尼玛不理解啊！贷款不用还啊？贷款不用还的，怎么的？那怎么还要来研发一个彩礼贷？专门是对吧？这个好用2个隐身衣加一个盾书。好，他不敢呼风雷霆万钧雷死。他这个玩法其实不如放隐身衣保坑啊，对吧？他有隐身衣他不放，其实这个挺玩火，一个不小心玩脱了就不好了，对不对？大家可能理解吧啊？金刚剑，对吧？你只有说，比如说，对吧？不是义务教育了，真的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对吧？你甚至连我们成年人的医疗都可以搞定啊！当然，这个任重而道远啊。小的们看招！呀！牛逼呀！你们是不是就等这个呢，兄弟们？宝坑这个词儿，我20年没听过了。这都是老词儿啊！感谢我们渊一哥1手大金卡牌面啊，牌面兄弟们！哎，终于来了一个完全套，你这不没有牌面吗？啊！这个兄弟们，你看啊，我说的没毛病啊，就啥意思呢？就是首先，比如说关于医疗问题。对吧？很多人说，那你可以买保险，那买保险不也咱买吗？对吧？现在呢，还有一定的这个税收问题。其实税收问题，我们一般收入低的群体，一般已经是免个人所得税了，就是工资啊，所得税啊，不是那种你不能算稿酬啊，稿酬那必须得交，那没办法。那你个人所得税，就说5000以下，咱们是个人，对吧？是不会扣掉的，而且如果你交完税，还可以返税，比如说。你像那个个税 APP， 或者你去税务局自己登记啊，对吧？去核算。那如果你是对吧？你自己是独生子女、赡养老人，外加子女教育，外加你自己的继续教育，外加大病医疗，外加租房或者说是购房的贷款，都可以退税。但是，那退税的前提条件下，不是说你有了这些条件，政府就会退给你钱，就会给你钱。事实是你要交了这么多税，他一看你交了，但是你可以退这个你税啊，发现你是满足这些条件，这些税你可以不交，是这么回事儿。也就是说，你不交税也就没有了退税，能晓得吧？啊，所以说这个你很多人说那全民医疗就不能实现吗？太难了。医院现在表面上来讲也有党支部啊，包括大学也有党支部，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企业为主啊，都是医院还是一个企业。归根结底呢，它也是商业行为为主，所以说不好整。而且就是无论咱们现在说那人口越来越少了，但是就目前来讲，人口的生育率越来越少，但是人口还是越来越多的。只要你生，对吧？它就是生，那对吧？咱们活，有的人对吧？像咱们现在社会主义和谐阶段，你看战争年代，对吧？那些国家20来岁就没了啊，你像咱们。一种活到70、80岁，你甚至像我姥姥都快90了，我老太爷活到96岁啊，对吧？那怎么说啊？这个，你说你免费医疗，有时候也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那就是教育问题。第一个是内卷，比如说现在孩子啊，什么成绩啊什么的，对吧？这个学业学历啊，现在都是各种双减，对吧？咱们看看好多那个补课班都不让开。网上的一些教育的部门啊，也是不让整，对吧？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还偷摸整，对吧？你查也查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那就是因为还是卷得太厉害，尤其是，对吧？一个好的小学，一个好的中学，一个好的高中，甚至是好的大学，那都是从根儿拔起的，对吧？上学的学费，义务教育是不贵，但是平常的安排呢？无论是孩子生病了，
还是孩子日常花销，吃的好的，穿的好的，还有住的问题啊，住的好的，你普普通通的两室一厅，你想养3个娃，请问你有2个男孩1个女孩，对吧？都对吧？一个上了这个高中，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3个人，1个人1个屋，请问你有房子吗？对吧？好，这是招安状的打法啊，兄弟们，没事儿，不要害怕。有招安状，他的动作不会那么嚣张，他反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哎，你看这招安状在这一刻可以看得出来是真的牛逼啊！这伤害，你看伤害还非常靠谱，可以躲，一定要躲开啊！哎，这个毒没毒上，完，少了一段攻击啊，不过还好，有别的道具。医疗这个事儿。医疗这个事儿很重要啊，重要的医疗呢，不仅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一些孩子的问题。现在咱们也不错啊，好多的那个疫苗啊，也都免费了，对吧？我说的不是那个新冠啊，我说的就是好多的这个疫苗，不是就小儿的一些疫苗啊，但是呢还是有收费的。你虽然说自愿打，但是你不打也不行了，对不对？然后再就是呢，再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孩子，你教育孩子，如果你生了病了，你肯定说能买商业保险，那一样，我给孩子买，给自己买，我还要给自己老人买，那我的生活质量在哪儿？我要养3个娃，对吧？正所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一个人一天1根鸡腿够了，你的孩子一天要5根鸡腿，一个13岁的男孩可能需要10根鸡腿，我只是说一个比例，而你一个月能赚几根鸡腿？你算一下啊，不好说。以前咱们对吧，糊弄糊弄就行了，对吧？平常给你个米饭，给你个馒头，给你炒个菜。现在咱们肉蛋奶不都得跟上？哪个孩子不得喝点牛奶？哪个孩子不得整点鸡蛋吃？哪个孩子不得整点牛肉、羊肉，或者是猪肉啊？小的时候我哪有啊？吃个炒蒜苔、炒白菜，整个大米饭，老干妈、咸菜，这就不错了。平时能吃个鸡蛋，你想吃肉，对不起，过年吧，或者是吃肉串去，下馆子。啊，对不对？好，下顿 A， 由于没有小兵了啊，所以说这个单挑 BOSS 加上兵剑确实爽。天天靠免费，这个叫用户哥了吧？我跟你说一下，我都说了，免费医疗不现实，没有说靠。但是我说的这个免费什么意思？你可能误会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国家为什么让我们生？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让我们生育？因为人口的保障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这个人口的保障，尤其是新生代人口。当然，咱们不得不承认啊，不是说老年人不好，因为我们人都会变老。你比如说，现在黑龙江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老龄化严重，好多老年人，对吧？他拿着退休工资，他不在本地花，刺激不了本地的经济，他跑到儿女所在的1线或者2线城市，这样的话会造成，如果你拿着本地的这个退休金，你在本地下馆子吃串，对吧？或者说是买超市，或者说是对吧？买菜、唱歌、跳舞，这都行。但是你这个经济花在本地了，对吧？你本地的人民呢有好处了，对吧？比如说本地的小商贩，那同时它就刺激起来经济了，对不对？就好比有的时候啊，农民对吧？这个有钱了，种地赚着钱了，他也会在城市里买房，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是比较好的，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是你拿着这个本省的退休金，然后到外地去花，它会造成1、2线城市过度拥挤，而其他的荒凉的地方，对吧？所有人的所谓的家乡变得非常的荒凉，对吧？这就非常难，对不对？而且刚才那个小伙伴说什么不能靠国家，我想说你误会了，国家现在是要靠咱们的，国家不是去靠那些政客，对吧？国家是要靠人民，是要靠党，对吧？是要靠好的政策，对吧？什么叫好的政策，对吧？你们大伙要了解这个事儿，是不是？
国家首先要依靠的就是人民，没有问题啊，兄弟们，你懂吧？现在为什么要刺激人口增长？就是因为人口，对吧？这个新生代人口不够了。那这个新生代人口不够它主要原因就在这儿吧，对吧？你让我生不起啊，我整不了啊。而且我都要交税的，很多人说，那我一个月5000块钱以下我不交税，那国家在我身上占不到便宜。那你要想，你买不买方便面，你吃不吃饭，其实很多的税都是包含在你的消费里的，而不是说我赚了1万块钱，我要给国家交多少税，这我对国家有贡献，要不然我就没贡献。不是的，兄弟们啊，你懂我意思吧？啊，你比如说你买个车，买个房，这都是啊，你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贡献，好吧？所以说我们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兄弟们。你包括我这里，兄弟们，你看，比如说番茄哥、渊一哥给我送办卡，送过一个6块钱的办卡，我能到手多少钱？3块钱吗？不是的，3块钱是给斗鱼平台，斗鱼在交不交税跟我没关系。3块钱到我这里，我要拿出1块钱交给国家。比如说这个钻粉飞机，我的财政报表是收入了50块钱，但是有20块钱上交给国家，这是我的相当于，对吧？这个劳务报酬一种打赏。我这个税其实我都不用交，已经斗鱼帮我扣出去了。当我们工会给我们结算工资的时候，这个钱就已经交到税上去了。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有贡献。咱们探讨的时候要理性一点啊。很多人就觉得，哎，你就要靠自己，你想要发财，想要更好的生活水平，当然要靠自己。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伟人，每一个人都是平常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赚大钱的能力，或者说是，对吧？我们都是普普通通老百姓，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更好啊，对吧？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60、70岁的老者，比如说我父母快，对吧，60多岁了，那么他对于人生就看得非常平淡，他希望自己的后代好，儿子、孙子都希望都好，可是他自己想要再成长，就包括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再实现自己很多的梦想了，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交给后代嘛，你懂我意思吧？啊，所以说刚才有个用户哥啊，咱这里咱不犟，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不一样。咱们中国啊，这个中华文化第一次的思想大爆炸，就是在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很多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我能理解你说出刚才那句话的意义，你的意思是人想要增强自己的幸福感，增强自己的归属感，想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和或者是财富或者是梦想，那一定需要个人的努力。你要学习，你要拼搏，你要努力，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探讨的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不敢生，为什么不能生育？我们现在生育为什么不能生3胎，甚至有的人1胎都生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品质和我们的能力不足以，对吧？靠现在的这个政策去圈养更多的后代。哎，我们的探讨的原因是这个，所以说你唠这个话题，你说人靠自己没错，但是跟我们的这个主题它并不是一个点，是不是？咱到这儿，咱不犟了啊，咱不犟了，好吧？哎，所以说这个意思啊。当然呢，这个很多有钱人也未必就幸福，无论是马云还是王健林，对吧？其实你看到的呢是他的生活，是你缺少的东西。你觉得我要是他啊，怎么样？但是呢，幸福这种东西吧，也不懂的，也不一样的。兄弟们啊，这个事儿就是人生是，对吧？人生这个哲学呢是要去学，是要去经历，是要去看，不是说你看到有的人，你觉得我要是他，我肯定幸福，但是呢，他可能还向往你。就没法说这个事儿啊，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在物质上，咱们在具象化的时代啊，物质呢是代表一定的幸福基础，但是在抽象的思想层面上，对吧？如果你有很好的思想层面上的这个对吧？这个升华，这个迭代，你可能就会比较好。比如说，你喜欢听小狼解说，我每天不听他，我就浑身难受，对吧？那就是一种幸福感。你不听我狼，浑身难受，那怎么说？对吧？哎，好，准备好了，太
清丹经。好，哎呦，哎呦，好，太清丹经3太3张啊！哎，能不能打着？啊，打着了，打着了，变成一个熊猫给冻上了啊！真的惨啊！好，一手自我燃烧，看看曹操啊，兄弟们！好，看看秀秀，冰秀舅舅，你素质啊，有隐身衣啊，来冰跳冰，这里面他走的是雷道，打得快，所以说还没有小兵，你看啊，那这就简简单单，对不对？啊。我玩这个从来没这么牛逼过啊！我就是没一套招真连锁，它节奏一定要好，节奏好直接点死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有晃啊，我感觉还有隐身衣啊，我记得啊。反正总体来讲就是稳吧。这样的话呢，小李仔呢是打了一个无伤当中最简单的人。那一共2个人最简单，排名第1的是诸葛亮最简单，然后第2就魔张飞，剩下的人呢只能说都难。当然，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普通黄忠啊。我们之后再给大家伙说。那今天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